如果问你新加坡成功的秘密武器是什么，是先进的科技、优越的地理位置，还是繁荣的自由市场？其实都不是。如果说新加坡有一种隐藏的超能力，那就是深植于所有人内心的2个字：怕输，也就是 Kiasu 文化。很多人一提起怕输，可能想到的是贪婪焦虑，甚至不惜代价要赢。然而在新加坡，怕输是一种超越单纯焦虑的生存智慧，是前瞻性思维和极致准备的结合。它不仅让这个资源贫乏的小岛生存下来，还让它发展为经济、教育、治理领域的世界领先国家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从一个连淡水都需要进口的弹丸之地，到人均 GDP 超越英法德等发达国家，新加坡的怕输文化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？这种文化是新加坡的强大动力，还是全民焦虑的根源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度解剖。第一章，怕输，国家叙事的基石。怕输在新加坡不仅仅是个人先理，而是一种国家叙事，它自上而下的渗透到社会的每个层面，是连国家领袖都奉行的一种哲学。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是怕输思维的最佳代表，他曾警告国人，新加坡永远处在危机之中。李光耀深刻理解新加坡没有天然优势，任何一个失误都可能让国家止步不前，甚至倒退。正是这种对危机的高度敏感，他为新加坡奠定了以怕输为核心的治理原则，以及未雨绸缪、时刻准备的国家精神。这种国家层面的怕输到底，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呢？3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水资源、经济和国防。水资源方面，为了摆脱对马来西亚水工的依赖，新加坡早在2003年就推出了新生水 Nuida。这种技术如今使城市淡水自给率大幅提升。新加坡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完全自足。经济上，新加坡始终保持对单一产业的警惕，从制造业到高端金融，再到如今的数字科技经济，它不断吸引跨国企业设立区域总部。在国防领域，尽管身处和平时期，每个新加坡男性都仍需服兵役，这是一种基于怕输的长期警惕，确保国家能快速动员应对任何威胁。国家没资本，沉迷于安逸，因为落后意味着可能无法翻盘，这就是怕输驱动下的新加坡。第2章，怕输练就的世界级竞争力。如果说国家的怕输精神塑造了政策根基，那么将这种文化延伸到个人层面，就打造出了新加坡强大的教育和经济竞争力。教育为未来储备顶尖人力。教育是新加坡把怕输文化发挥到极致的领域。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中，新加坡学生长期排名世界前3，全球前列的数学、科学、阅读成绩凸显了这一代代努力学习的结果。再来看看高校层面，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常年占据 QS 世界大学排名的全球前15名。这些高校不仅是教育的殿堂，更是新加坡对外招揽顶尖人力资本的战略工具。但这种教育成功的背后，是新加坡社会对教育资源的激烈竞争，抢课外班、争学区房、拼补习都成了家长的日常。很多人认为这是怕输文化带来过度焦虑的典型表现，但换个角度来看，这种焦虑也正是对下一代长远发展的潜在投资，是一场无形的教育竞赛。职场与经济效率奇迹的背后逻辑。除了教育，新加坡职场的高效率也是怕输文化下的产物。无论是在樟宜机场还是中央商务区，从守时到细节，无不透出一股追求卓越、不甘落后的精神。这种精神同样体现于经济数据中。例如，根据 IMD 全球竞争力报告，新加坡经常在全球最具经济竞争力榜单中名列前茅。透明的法治和高效率的政府成功吸引全球资本的注入。怕输不仅驱动职场个人持续提高，也促使整个经济保持超乎预期的竞争力。第3章，怕输的进化，从不输到全赢。怕输作为文化的一部分，早期可能更多表现为个体之间的竞争，但到今天，它已经升华为社会整体的高标准与集体目标。从不许输到全体赢，怕输精神正在一天天发生进化。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新冠疫情，新加坡民众在疫情期间的高度自律被全球认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害怕疫情失控，更害怕自己的社区会拖累应对的整体效率。从怕输到怕集体失败，这种文化让新加坡在抗疫政策执行中几乎天衣无缝。但也有人质疑怕输是否会抑制创新。事实是，新加坡正用行动反驳这样的偏见。政府每年投入巨资支持创新经济，比如研究创新与企业2025计划，规划了250亿新元用于人工智能、医疗健康、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。再一次，新加坡是怕输，但这次怕输不是眼前的竞争，而是为未来储备动力。通过转型升级，新加坡将怕输从短期焦虑变成了推动持续创新的引擎。第4章，怕输，新加坡的永续动力。新加坡的怕输文化到底是什么？它是一种对未来的担忧，是一种未雨绸缪的习惯，更是一种危机感驱动的行动力。从国家政策到个人成长，从教育优越到整体社会纪律，新加坡把怕输变成了一种软实力，让这个小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。当然，对于这种文化，
每个人或许都有不同的观察和感受，有人喜欢这种未雨绸缪的思维，有人反感它制造紧张和焦虑。但无法否认的是，帕叔的确已经成为新加坡持续发展的永续动力，见证着这个国家在一步步迎接未来。最后，我有2个问题留给你，你觉得在竞争激烈的时代，帕叔是动力还是负担？在你的生活中，你又曾怎样将焦虑转化为驱动，取得更好的结果？评论告诉我你怎么看帕叔文化。想知道更多新加坡故事，我们下期见。